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关于汇率的怎么去赚钱。首先的话，这个是个漏洞啊。那我总而言之的宗旨就是说，你这个汇率如果说有汇率差了啊，你通过这种做外汇、做多、做空某个币种去赚钱，那我觉得这种是天方夜谭啊。基本上，除非你是很有把握，不然的话，你真的赚不到钱的。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个新闻啊，比如说那个阿根廷的旅游汇率，这个谷歌里面搜索结果有几条结果，然后打开了啊，这个新闻呢是11月4号的啊，就是过了好几个月了，是吧？它是11月4号开始的，外国游客在刷卡支付啊，记住啊，刷卡支付旅游相关费用，你要记住旅游相关费用，如酒店、餐饮、商店消费等。其消费的美元将以电子支付市场的汇率目前为1美元兑291比索进行结算。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餐饮店买了这个东西嘛，吃饭买东西花了2910比索，我只需要花10美元就够了，对吧？如果说我在当地比如说去兑换的话那肯定不会兑换给你这么多啊。兑换的话2910比索的话，可能你要花这个汇率的啊。那你就可能要20块不到了，对不对？20块不到美元，你才能换2910比索。但是你在这旅游的时候，你刷卡支付，你只需要付10美元。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说，阿根廷经济部要求各旅游商会在此针对外国游客的优惠措施下不得涨价，并表示将严格管控啊。说明这个经济快不行了，所以说，它的汇率开始走双轨制了啊。该措施适用于信用卡、借记卡、预付卡啊。说实话，就是这个电子支付卡嘛。为什么呢？如果说你用这个美元这个现金去支付的话，它没法辨别你这个卡的类型，对吧？也没法辨别你这个钱是来源于境外的。所以说呢，用这个方法呢，算是提升经济的一种措施吧。那么我们看其他的其他的也是一样的，这里的都差不多啊。新闻这个呢是一个台湾模组的一个博客啊，他这边说的是一个黑市汇率黑市换汇。它里面大概的文章意思就是说呢，你这个到了阿根廷去旅游呢，有官方跟黑市的两种汇率官方的汇率呢就是不划算你去黑市上换的话，差多达1倍，对吧？那你就去黑市上换黑市上换他这么教你怎么去换，对吧？那阿根廷呢，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呢，就是开始搞双轨制那这个新闻的话是真实的新闻然后呢有很多被报道，对吧？你搜索英文的话也能搜到。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个网址这个网站的话是一个关于信用卡这个论坛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你看它这边是 Visa 爆发阿根廷汇率漏洞至于这个 Visa 是 Visa 卡的意思也是 Visa 组织的意思就是 Visa 这个通道成功卡片是 Visa 卡跟 Discover 卡建议先小额尝试成功网址缴费账单。弗莱威尔是干嘛的呢？是专门是交留学费用的包括这个信用卡什么东西这些的话估计不太符合一般来说的话，那机票的话属于旅行嘛，对吧？那他这边有一些网址，对吧？那下面的很多网友的评论原文的话是阿根廷汇率炸了，政府颁布旅游汇率贴补，希望刺激经济，结果在德国变成大家欧元卡去扣阿根廷比索，消费通通变成了40%off就是那这样的话，他这样玩的话，只能说便宜他没法赚钱，对吧？那比如说网上那些，比如说用阿根廷的货币单位比如说一万的阿根廷比索的这个金额的东西，你用卡去付的话，他走那个汇率的话，走那个旅游汇率有可能的但是你没法赚钱你还是把这钱花了你去买礼品卡，对不对那么这样下面的话就有的所以说欧元卡在航空公司的阿根廷网站上机票买票的话，等于直接6折吗？因为阿根廷的网站上你去买东西有可能也可以买到中国南方航空的机票，对吧？也可以买到什么香港国泰航空的机票，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等于打6折呢？对吧？然后今天封锁之前扯到绑定欧元 Visa 在 PayPal 是改 ARS 就是 ARS 的话就是阿根廷的货币单位然后转1000给朋友，朋友收1000，账户扣600，阿根廷央行帮你付这些漏洞的话，我觉得应该都开始被封锁了你看这一天这个今天是1月25号嘛，对吧？太刺激了
下面的话还有很多啊，下面还有很多PayPal 什么破解版什么东西啊，这种政府最后会回收的吧？阿根廷央行行长应该切腹了啊，要被薅秃了啊。那么再往下翻的话啊，主要这个漏洞呢产生于在欧洲啊，他们是欧元卡去付啊。欧洲新闻闹大了，很快大概就没路子了啊。剩美国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搞啊。现在呢，我来讲解一下如何来赚钱的过程。首先呢，你需要有一张 Visa 卡，这张 Visa 卡呢最好是欧元区的欧元卡。接下来呢，你就要去找一个网站啊，可以在线订机票的网站，并且可以允许 Visa 卡支付的网站。那么我们进入网站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币种选择，选择这个阿根廷的比索 ARS。比如说我选择举例一张机票25,898比索，那么折合成美金的话，大概是140美金正常汇率啊。那么当我们支付完毕之后呢，我们就会收到银行短信啊，银行短信会发来说，银行扣了78刀，那么正常的话要扣140刀嘛。那么它扣78刀的话，等于说是比便宜了40%，走的是旅游汇率。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联系航空公司啊，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或者说航空公司官网的在线客服啊。当时我们买机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清楚这个退改签规则，一定要去可以买这种可以退票的机票啊。那么跟航空公司说，帮我退票啊，退票的话，这个钱你给我退款转账到我的银行卡上啊。它是允许的啊，很多航空公司都是允许这样子做的。那么这个时候退票能退多少钱呢？按照这个论坛的网友的案例啊，他退票退了这个106欧元啊，他退的是欧元。那么欧元的话，106欧元的话，折合是115的美金。那么等于说银行扣了78美金，他收到115美金。你这样的算的话，他赚了多少钱呢？赚了37刀。那么这是整一个能赚钱的一个过程啊，大概的原理就是这样的原理。主要的利用点呢，就是一个利用了汇率差啊，而且呢还利用了这个航空公司退票可以不原路返回，可以选择银行卡转账的形式到你的账户啊，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嘛。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提供一些信息给大家啊，就是说我发现一些网友在报告说。携程的国际版官网啊，上面的话，它已经关闭了这个 Visa 卡的支付方式，包括论坛网友他测试成功的这个机票的案例的网站啊，也是关闭了这个支付方式啊。所以说呢，这个支付方式呢，他们可能是认为一个巨大的漏洞啊，这个几天应该是新闻的话会出来。关于利用这个汇率差来赚钱的方式啊，其实我之前也做过一个视频啊，也说过一个案例。就是当年土耳其里拉暴跌的时候，很多网友在携程国际版上去买这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机票，用土耳其里拉去买。当时的汇率呢，就是银行的汇率还没有更新，但是事实上的话，土耳其里拉已经暴跌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去买了之后，第二天啊，这个银行的话，它出账还没这么快出嘛，等出账单之后，你那个里拉的话就很便宜了，对吧？你当时买了1万里拉的机票，然后呢，你还钱的话可能要100美金啊，这样打个比方。那么如果1个月之后呢，你可能只要还80美金就够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我买了机票之后，立马向那个航空公司退款，航空公司立马可以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给你退回来，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你就赚了嘛。总而言之呢，这个利用汇率差去赚钱呢，说实话，第一个呢要靠运气，第二个呢靠漏洞啊，主要还是靠漏洞。那么如果说有人叫你说，做外汇去赚钱，我觉得这种的话最好不要相信啊，里面有很多骗局啊。今天给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吧。